你身边有天秤座的朋友吗？又或者是你本身就是天秤座的人？你知道天秤座的人不喜欢跟别人辩论、争吵，总是愿意当和事佬。在生活上，他们事事讲求公平，有强烈的正义感，在他们心中一直在追求人性的真善美。想知道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个性？强烈的建议你，这期影片你一定要看到最后，你就会了解天秤座为什么是这样个性的人。在影片开始之前，记得先订阅我们，点赞，并且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我们每期精彩的内容。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故事教会我们的事。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在很久很久以前，世界上的人类与众神是一起生活在地面上的。那时候的气候都四季如春，人世间也不曾发生灾难与饥荒。由于人类的生活单纯，所以发生争吵与冲突的机会也比较少。但是还是有对立与冲突发生的时候，这时候人们便会主动去找正义女神阿斯特雷亚，去调解他们之间发生的问题。阿斯特雷亚是天神宙斯与泰美斯的女儿，她负责掌管正义，手上所拿着天平，可以测量人类的罪恶，并且会教导人类如何分辨是非，与协助人类调解纠纷。所以一旦有人们遇到需要调解问题的时候，他们便会请阿斯特雷亚来主持公道。阿斯特雷亚她便会用手上的天平，请两位当事者站上天平，并且描述事情发生的过程。如果有一方说谎那一方的天平便会往下沉。这时候阿斯特雷亚就知道该如何去处理事情的对错，也因为他将事情处理得非常妥善，所以赢得人们的尊重与爱戴。天秤座的人很喜欢当和事佬，替人排解纷争，解决问题。阿斯特雷亚发现人类的文明进步非常缓慢，于是他便找普罗米修斯询问看看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人类的文明发展更进一步。对于阿斯特雷亚的提问，普罗米修斯总是欲言又止，不打算把话说清楚。最后阿斯特雷亚受不了普罗米修斯的扭扭捏捏，回答不干脆，便要求他与自己一同站上天平，对着普罗米修斯说，这件事情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讲过，只要有人说谎话，天平便会往下沉。普罗米修斯，我问你，你是不是有偷偷喜欢我？普罗米修斯一本正经回答，我没有。这时候天平便往下沉。阿斯特雷亚说，你看看，你说谎，你明明就有喜欢，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我问你，你真的不知道让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必要之物是什么吗？普罗米修斯大声回答，我真的不知道。此刻普罗米修斯所站的天平瞬间往下沉。阿斯特雷亚说，你看，你就是知道，不然天平怎么会往下沉？原来让人类发展进步的必要之物便是火。经过阿斯特雷亚的劝说，普罗米修斯也认同他的想法，并且愿意帮助人类拿到这个文明之物火。终于普罗米修斯将天界的火带入人世间，而人类因为火的出现也产生巨大的转变。但是天神宙斯得知此事之后，愤怒至极，惩罚普罗米修斯永久被吊起来，给巨雕啄食。这样的方式还是无法平息宙斯的怒火，于是宙斯命令工匠之神用泥土创造出第一位美人潘朵拉，而且宙斯还给潘朵拉一个盒子，并且贴心地告诉她，只要你遇到心爱的男人，便可以跟他一起打开这个宝盒，宝盒里面会有你们意想不到的惊喜。不久之后，来到凡间的潘朵拉便爱上了一位王子，潘朵拉便将这个宝盒的秘密告诉王子。这样你就知道了，天秤座的人非常追求公平正义。于是潘朵拉与王子约定好在当天夜晚一同将宝盒打开。
看看宝盒里面究竟有什么特别的惊喜。当夜晚来临时，潘朵拉与王子在城堡的后花园里一同将宝盒打开，瞬间宝盒内充满人类负面情绪，例如贪婪、仇恨、欲望、懒惰、愤怒等各种不同类型的情绪都回归到人类的身体上。知道自己闯下大祸的潘朵拉与王子在慌乱之中将宝盒盖上，宝盒之中唯一留下的美好东西是希望。从此之后，人类世界不再那么单纯，世界各地到处充满了战争，而人与人之间也互相欺骗和利用，甚至为了夺取金银财宝，人类也互相厮杀起来。看到此情况，天界的众神决定不再帮助人类，便纷纷回到天界上去。唯一留下来的女神便是阿斯特雷亚。有一天，当村里的人们又因为争夺金银财宝而发生争执，并且快要动手打起来的时候，阿斯特雷亚赶紧跑过来劝架，苦口婆心地对着他们两个人说：人啊，在世上没有办法带走所有的荣华富贵，人死后呢，只会留下一堆白骨，除非你生前做过隆乳手术，就会多2块细胶。两个人一起生气回答：你劝架就劝架，不要学正言法师。阿斯特雷亚说：我只是希望你们不要再为了金银财宝而做出让彼此后悔的事。这样你就知道了，天秤座的人都相信人的心中都有真善美。经过几个月，阿斯特雷亚想主动去帮助人类排解纷争，但是人性的劣根性不断地暴露出来，他们彼此不再相信彼此，甚至连阿斯特雷亚的话都不放在眼里。阿斯特雷亚对此感到十分沮丧与难过，回到天界上去询问阿波罗有什么办法可以减少人类的斗争与仇恨。阿波罗向阿斯特雷亚建议，要不然你教人类制定规则，或许能帮你解决问题。阿斯特雷亚感谢阿波罗的建议，于是回到凡间，开始教导人类如何制定规则与约束自身的行为。刚开始的几天，大家都会遵从阿斯特雷亚所制定的规则去生活，都能和平共处，相安无事。但是没过多久后，偷窃、争夺、斗争却又故态复萌。阿斯特雷亚受不了，跑回天界去找宙斯理论，生气地询问宙斯，为什么凡间的人类会变成这样子，每个人都没有办法和平共处。宙斯说，我只是把他们原本拥有的东西还给他们，所以你现在看到的他们表现是很正常的行为。阿斯特雷亚问，没有其他方式可以让人类变回原样吗？宙斯说，有，但是那样东西会跟其他负面情绪共存，而且要还给人类那样东西必须要牺牲一位天神。阿斯特雷亚问，那样东西是什么？宙斯说，是爱。你愿意为平凡的人类而牺牲你自己吗？阿斯特雷亚冲向宙斯面前，夺走他手中的闪电，坚决地说，我愿意。瞬间，阿斯特雷亚就灰飞烟灭，消失不见。天秤座的人都愿意牺牲小我完成大我，因为他们心中都有一颗大爱的心。宙斯因为阿斯特雷亚的牺牲，最后将爱还给所有的人类。人类因为得到爱，让仇恨与斗争也因此减少许多。自此之后，宙斯为了纪念阿斯特雷亚的牺牲，便将他的形象与天秤融合在一起，放上了天空。这便是天秤座的由来。天秤座的人大约出生在每年的9月23日到10月22日之间。人们常说，天秤座的人在生活上，他们风趣幽默，不与人计较，但又有人说他们犹豫不决，无法下决定。在工作上，他们让人轻松愉快，不会有太大的工作压力，但又有人认为他们时常信口开河，说得出却又做不到。
天秤座的人在感情上喜欢才华洋溢、面貌姣好的伴侣，他们不喜欢长得不好看、穿着邋遢的另一半。在谈恋爱时，他们会对伴侣温柔体贴、细心付出，但又有人认为他们对另一半不够专一，到处留情。你身边有天秤座的朋友吗？又或者是你也是天秤座的人？关于天秤座还有什么优点或缺点是我们没有提到的？欢迎在底下留言给我们。对了，顺带一提，上期我们有聊到处女座的人，对于处女座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点击上方的资讯卡的连结，去做更深一步的了解。我是这期主讲人翔宇。如果你觉得我分享的内容不错，请订阅我，点赞，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失每期精彩的影片。如果你觉得本期的内容对于你的朋友有帮助，请分享或转发给他们。故事教会我们的事，我们下次见。